大家好，我现在在巴西的里约一个沙滩这里，这一带真的非常的漂亮。我先给大家拍拍周围的景色吧哈，然后呢，我们再进入今天的主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这是里约市中心一个海滩之一啊。今天是周末，礼拜天，天气又好，所以人特别的多。好，我现在就坐在这个位置吧，用手拿着自拍杆，跟大家说说。昨天在印度举行的 G20 的峰会上，由美国发起的山寨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计划，它是这样。美国拜登表示，这个计划呢是把美国、印度、中东和欧洲通过铁路和水路把它连起来。它的目的呢，是为了抗衡所谓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说到一带一路计划，其实西方媒体，至少我在德国媒体可以看见，他们从来没有一句好话，都是妖魔化中国的一带一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呢是债务陷阱，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殖民，是为了掠夺当地的资源等等。反正呢，中国没安好心，可是中国投入的可是真金白银啊，真正的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帮他们搞基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帮他们发展经济。也就是说，中国投资那么多，是为了把蛋糕做大，是为了今后让大家一起发展。而西方国家呢，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拜登在他上台的时候，为了抗衡所谓的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推出了规模特别强大的1.75万亿美元的重建美好未来计划。因为美国的基建太拉胯了，对吧？他希望呢通过这个强大的计划，把美国的基建搞起来。可是2年过去了，不知道有没有任何的进展，还是一切停留在 PPT 上面，也就是纸上谈兵，对不对？同样的，也是美国。大概是在奥巴马台上的时候吧，已经过去10多年了，对吧？当时中国是发展这个高铁，而美国也眼红了，也是为了跟中国怎么样比赛吧。然后呢，奥巴马就推出了所谓的在美国搞高铁的那种项目。但是那么多年过去了，加州的高铁有进展吗？建了1公里吗？同一时间，中国的高铁从0公里到现在超过4万公里，这就是两国这个对比啊，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不知道美国人的脸往哪搁。还有，几乎同一时间啊，欧洲也推出了，也是规模特别宏大的，也是为了抗衡中国“一带一路”这个计划的所谓全球门户计划 （Global Gateway），3000亿欧元。说是为了帮助，比如说像非洲这些发展中国家搞基建呢，可是钱从哪里来？2年过去了，到底这个计划推进了哪怕1英寸没有，1厘米没有？目前为止，至少我没有听见。与美国这个计划一样，好像都是雷声大没有雨点啊！你要抗衡中国，你要拿出真金白银，也像中国一样投资啊，对不对？西方国家看见中国真的在做实事之后呢，他们发现，哎呦，这些发展中国家人，他们心里有把尺，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是真心实意在做事情，在做实事，而西方国家是在纸上谈兵，对吧？除了打嘴炮，没有实际行动，所以就可以发现西方国家慌了啊，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跟中国关系越来越近，也就是说，中国的影响力在这些国家越来越大，而相对的，西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式微。所以在饥不择食的时候，美国、欧盟就推出了自己的所谓的山寨版的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我们知道，选举制国家的人啊，政客啊，他的功夫就是嘴上的功夫，也就是打嘴炮，特别能干。但是干实事的话，他的能力几乎为零。
执行力也不强。还有一个例子，全世界号称的最大民主国家是什么？是印度，对不对？咱们的三哥他吹牛真的是功夫，可以说，如果是印度说第二，没有其他国家敢说第一，可能南朝鲜除外。印度在前几年不是说要搞什么高铁嘛，对吧？最后呢选择了日本。同一时间，印度尼西亚让中国帮他们修这个高铁，真正的350公里时速的啊！印度尼西亚的这个高铁，这个月正式运营了。其实从6月份开始就那个试运营，而从9月份开始呢正式运营。而同一时间，我们看印度它的高铁建了多少呢？至少从网上的那个消息来看，可能还没有建成1公里，或者只建成了10几公里，而离完工遥遥无期。而日本呢，它可能连哭的眼泪都没有，只能把门牙打掉，推进肚子里面。听说现在呢，连那个征地还没有完成，别说完工了。这就是西方国家他们呢政客画大饼的能力，但按实际的执行力，前面我说了啊，雷声大，连雨点都没有。说到这次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 G20 这峰会，又是由美国拜登发起的，所以把美国啊、印度、中东还有欧洲连在一起的这个几千公里的这个铁路，谁去修？有基建能力吗？资金在哪里？对不对？据德国媒体报道，这个资金可能是由欧盟来出，从这个全球门户计划的资金当中来出。注意啊，这只是3000亿欧元，欧洲老百姓同意吗？真的他们能够修吗？刚才说了，基建能力在哪里？是不是到时又要请中国去修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拜登为什么又山寨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可能他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考量。一般来说啊，由美国发起的什么东西，都是美国自己呢赚吆喝，然后其他的国家来买单。比如说这次这个计划就是由欧盟来买单。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啊，前段时间由中国成功斡旋，使白年的宿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他们和解了。然后呢，中国与伊朗、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还有中国与这个阿联酋的关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以发现，沙特不鸟美国，对吧？比如说，美国不是希望沙特提高石油产量吗？沙特联合俄罗斯就是不听你的话，我还要减产呢。所以呢，让美国的脸不知往哪搁。另外呢，很明显，就是美国在中东越来越没有影响力，美国非常担心呢，对吧？所以呢，这次呢，为了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了把这个中东又跟美国利益绑在一起，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山寨版的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可以说，山寨版2.0吧，因为前面已经山寨过了，现在是第2次、第3次了。至少拜登是第2次，所以是拜登山寨版的中国“一带一路”2.0版。昨天嘛，看德语新闻，我开始不太相信，怎么又推出一个山寨版的计划呢？后来我看了是德国国家电视1台报道，我才相信。因为昨天并不是4月1号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之后呢，我忍不住笑。而这个笑呢，可以跟大家说，从我内心来说是轻蔑的笑。为什么？我们就想想看，像这样的计划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不怀好意的说的话，我认为实施的可能性是0，而且即使能够实施，它实施的时间有多久？20年、30年，甚至40年，可能都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啊，你看看你美国的基建，你高铁修了1公里吗？对吧？你的高速公路、你的街道有多烂？去过美国人都知道，连自己美国的基建都拉垮，还希望呢
在什么修几千公里，在美国之外修几千公里的这个铁路，还有港口，还有水路等等等等。我觉得像这些西方的政客啊，吹牛不打草稿，对不对？真的太不要脸了。当然，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脸，所以他们就不要脸呗。好，那我们来看看德国媒体，德国国家电视1台，还有其他的媒体怎么报道，然后德国的读者及观众是怎么看的，因为最后德国人要买单呀。我们来看看美国推动的山寨版的美国、印度、中东、欧洲基建计划吧，看看德国读者怎么想，特别是最后由欧盟买单。我们先看德国国家媒体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抗衡中国规划从美国到印度的庞大运输网络，这是对中国新丝绸之路的回应。欧盟、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 G20 峰会期间商定了一个巨大的联合基础设施项目。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旨在更好地连接美国、欧洲、中东和印度。美国总统乔拜登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印度、沙特、阿联酋和欧盟已就铁路和海运联合项目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贸易加速 4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该协议载入史册，他说这是印度、波斯湾和欧洲之间有史以来最直接的联系。印度和欧洲之间的铁路连接将使贸易加速 40%。 美国总统乔拜登也谈到了历史性的经济走廊。拜登的顾问沙利文说，该项目旨在促进世界几个关键地区的增长，他还旨在改善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体化，让该地区一些不太可能的合作伙伴参与进来。该计划旨在创造一个可持续高标准的基础设施，以填补全球空白，促进全球主要地区的繁荣和互联互通。白宫表示，对中东来说，该项目是一个在全球贸易、数字通信和能源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绝佳机会。扩大数据和能源基础设施，该项目还包括扩大电网、能源项目和高速数据电缆、电力电缆和清洁氢管道，还将加强亚洲、中东和欧洲之间的清洁能源贸易。据美国称，来自以色列等国的管道将向欧洲输送清洁氢气。沙利文说，以色列成为这一愿景的一部分意义重大，但他强调，这并不是以色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的先兆。抗衡中国新丝绸之路，首先，该项目将由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提供资金。该倡议将在未来几年内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高达3000亿欧元。该倡议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倡议相抗衡。中国多年来一直在许多国家开展这项工作，现在宣布的这一项目也被视为对中国新丝绸之路的回应。新闻门户网站 Axios 报道称，这是华盛顿的一项倡议，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通过新丝绸之路，中国支持世界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希望开辟通往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新贸易路线。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缔结了许多协议。德国《时代报》也做了报道，前面的内容几乎一样，我们看最后一段。谅解备忘录称，该项目将包括2条独立的走廊，一条连接印度和波斯湾，另一条连接波斯湾和欧洲，将建立一个跨境轮船、火车转运网络。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些计划的具体细节，与会者希望在未来60天内举行会议，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好，我们接着看看《时代报》的读者评论。第一条评论，通过贸易促进变革的战略，在中国身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多亏了与德国的贸易往来，他们现在在制造高科技武器，并以此威胁全世界其他国家。下一条评论，跨境轮船铁路转运网络。轮船没有什么新鲜的，
铁路最好让中国人来建。下一条评论，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希望它不会仅仅停留在意向声明上。经验表明，此类大型项目的具体实施总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在很多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德国知识点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西方人双标特别厉害，他们对中国一带一路不是进行抹黑就是妖魔化，现在到了他们自己头上就变成好主意了，我也是服了啊。下条评论，这位读者首先引用了一段介绍丝绸之路的相对基于事实的文字，然后他说，西方在步中国的后尘，西方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可能是，这样一来也不得不投资于非民主国家，但他不会这样做。印度已经在计划一条通往俄罗斯的捷径。下一条评论，情况恰恰相反，人们不再关心与中国的未来，但如果一下子切断与中国的一切，那就太愚蠢了。印度将在短时间内取代中国成为贸易伙伴。下条评论，好，我们只看第二段。这位读者说，对中国来说是值得的，因为他们提供贷款，他们的公司也进行建设。对借款国来说，这也是值得的，因为中国公司的建设速度快，成本低。我们不可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搞建设，我们国内的建筑工人也很缺。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确信这个倡议不会有任何结果。下一条评论，美国的基础设施还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最后搞的建设是美国洲际高速公路。美国的铁路网主要用于运输大宗物资，即使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其地铁也比波士顿更加现代化。中国的高速铁路网可以作为欧盟的标杆。德国斯图加特火车站的建设表明了德国建设项目的规划和进展情况。法国、西班牙甚至意大利都拥有比德国更好的快速交通网络。而德国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是由于铁路长期资金不足和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管理结构造成的。现在在汉堡和慕尼黑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好，德国知识补充，在德国，如果谈论德国失败大项目，一般都会点名柏林机场、易北河畔的汉堡交响乐大厦以及斯图加特火车站改建项目。这等于德国的耻辱，因为可以看出德国实行大项目的拉胯与失败，项目的预算严重超标，一直需要追加资金。据说德国斯图加特火车站的项目现在要花100亿欧元。1995年时，最初的预算是25亿。项目开工为2010年2月份，计划完工时间为2025年，工期15年。但目前看来，完工肯定会大大推迟，项目的成本也可能还会继续爆炸。谈到斯图加特这个项目，德国人只能摇头。更诡异的是，也更可笑的是，没有任何人为成本失控负责。下条评论，一方面我不知道细节，很高兴听到欧洲终于觉醒，并试图做些什么来对抗中国的世界大国野心，但这不是光说说就能做到的。另一方面，我自问，是否有必要白送3000亿欧元给中东这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地方？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包括印度在内，都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自行建设铁路网、港口和输油管道。下一条评论，这个倡议非常好。第一个问题，既然这么好，为什么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第二个问题，美国的倡议如何遏制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或者如何与之抗衡？恰恰相反，中国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发展基础设施以促进贸易的想法，正因为美国的新倡议而得到加强。中国的一带一路只能被视为一件好事。下条评论，拜登的这个倡议有一个污点。首先，俄罗斯入侵另一个国家，并将其夷为平地。中国很强大，多年来一直试图在亚洲等地站稳脚跟，现在却发表这样的倡议，为时已晚。希望它还有点用处。下条评论，
如果像出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那样，欧盟国家都不感兴趣，最后中国中标，我认为这样的举措只是鲁莽的决定。最后我们看看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网友评论，因为德国电视一台官网没有评论功能，这些是在其推特官方账号上的评论。第一条评论：该项目在德国将以失败告终，德国做不了铁路项目。下一条评论：我有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相关国家的纳税人要为此买单？下一条评论：据报道，这是华盛顿的倡议，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难道欧洲就没有自己的利益了吗？下一条评论：好主意，可惜晚了15年。下条评论：这位读者现在谈论报道刊登出的那张照片，他当然知道中间那位女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他说：中间那个小丑是谁？别误会，他很危险，正把我们带入深渊。下条评论：谁摧毁了北溪输气管道？下条评论：这一切都由欧盟买单，而美国和印度受益，真棒。下条评论：这是丝绸之路 2.0 版。下条评论：这位网友好像歪楼了，他说美国背叛了乌克兰，先是摆出一副援助者的姿态，然后又把乌克兰晾在一边。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美国在援助最少的国家名单中排名倒数第5，援助额仅为470亿，占 GDP 的 0.3%。美国的声誉正在扫地。下条评论：关键句子由欧盟买单。下条评论：计划是一回事，如果我们掌舵，这个千年将毫无进展。下条评论：一个没有未来的项目。下条评论：美国是世界的死神。下条评论：美国佬就是要把印度从金砖国家中分离出来，分而治之。下条评论：计划是一回事，欧盟现在只是一个过境国，美国和印度才是附加值的两端。下条评论：美国试图推出一个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相抗衡的项目，将印度和美国捆绑在一起。下条评论：这只是美国和欧盟拉拢金砖国家的一次可怜尝试，徒劳无功，石油美元将垮台，美国也将随之垮台。下条评论：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看到这个项目完成。下条评论：政客们应该少说多做，这才是他们当选的目的，但他们大多只会空谈。下条评论：除了基础设施，美国什么都能做。好，然后这位读者贴出了美国奥克拉荷马州火车事故的画面，配上文字：美国正在分崩离析。下条评论：除了华盛顿、布鲁塞尔、柏林轴心之外，外国媒体几乎没有提及此类重大消息。好，朋友们，就到这里吧。很明显，推特上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网友评论更为犀利，可以发现讽刺此倡议的占大多数，对此倡议的看法也很悲观。与纯德语平台的时代报上的读者评论画风完全不一样。不过我们还是祝福美国这个伟大项目能够顺利推进，到时这些受益的国家民生获得改善，手里的钱更多了，也可能进口更多的中国商品呢。万一实现了呢？你们怎么看？好了，朋友们，我在巴西里约向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期见。